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美国之音的文章。领导人换届，经济议题将主导中国本届人大政协会议。华盛顿，新领导人的上任和提振萎靡不振经济的需要将主导周日开幕，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年度会议。参加基本上没有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近3000名代表将听取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将阐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优先事项。不过，外界不要指望会议期间将举行公开的辩论或提出批评，因为所有文件、决定和任命都有望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支持。以下是这次大约10天会期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今年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年的两会是在中国最近的5年政治周期开始之际举行的，是对10月举行的中共20大的补充。中共20大见证了新的政治局常委的任命，这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高层，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习近平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允许他终身执政。在本届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将续任国家元首，同时更换李克强总理，并任命中国内阁的、国务院的其他高级成员。受清零政策下实施的与流行病相关的封锁、隔离和其他严厉措施的打击，中国的经济遭受重创，加剧了负债累累的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不稳定的困境。尽管北京发表了乐观言论，但许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强硬且经常冒险的外交政策，使其与美国及其盟友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威胁台湾乃至外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在网络上禁止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还有哪些其他主题？预计这次会议将通过把责任从政府机构转移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直属机构来加强中央集权，这一直是共产国家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这在安全领域可能表现得最为明显，负责警察的公安部和负责国内外情报的国家安全部的职责可以由党委接管。类似的举措也被提议在半自治的香港实行。自2019年数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以及随后对公民自由和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稳步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在2016年放弃备受批评和高度惩罚性的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本届两会预计还将讨论提高低迷出生率的措施。今年1月，中国当局宣布，由于出生率急剧下降和老龄化人口持续扩大，中国去年人口减少85万，为61年来首次下降。地方政府正在为决定组建家庭的夫妇提供儿童保育补贴5000元人民币或更多的现金支付，甚至免费公寓提供给特别是已经有1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在四川省，当局今年开始合法承认未婚母亲生育的子女，预计会有更多地区也将跟进。以前，当局虽然没有禁止妇女选择什么时候生育，但计划外的生育面临一些制度性的限制，子女无法上学，享受其他社会服务。目前，医疗机构提供的体外受精服务正在扩大，但代孕仍属非法。台湾问题也被视为变得越来越紧迫，尤其是考虑到与台湾最大盟友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自全国人大于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以来，中共领导人一直在酝酿要制定更严厉的措施，来支持北京威胁使用武力吞并他认为是自己领土的台湾。现在，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全国人大更加保守。这是真的。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政治和领导问题专家李成说，习近平改变了政策，首要任务是国家安全。在战争变得更有可能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国家安全。李成说，人大是什么？它的功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地方代表团和一个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团组成，在技术上是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尽管其绝大多数立法工作是由其175名成员常年开会的常务委员会执行的。在北京市中心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年度会议，是传达政府经济和政治优先事项和目标的主要公共论坛。一个关键文件是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将设定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和国防预算。中共领导人会见各代表团团长时，虽然下面有机会提出反馈意见，但没有其他国家立法机构典型的公开讨论或提交法案。人大的咨询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是如此，两会几乎同时举行。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专家斯科特·肯尼迪说，每年一度的两会的目的是表明领导层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希望每个人对未来期盼什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何看法？几乎所有全国人大代表都属于执政的共产党。自1949年在内战中夺取政权以来，共产党不容任何反对派，也很少受到批评。与过去相比，当今的两会代表们普遍见识广，受教育程度更高，政治头脑更敏锐。然而，这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意愿，要将全国人大变成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机构，以制约政府和执政党。除了少数例外，全国人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忠实助手，为日益独裁的一党制警察国家提供民主的外衣。如果出现任何质疑，中共通常会发布法令，并采取实际步骤来平息任何带有西方式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推动。持不同政见者被监禁、流放或迫于威逼而保持沉默。人权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自2015年全中国大围捕以来，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就在中国全国人大开幕前几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指示，要求法学教授和学生反对和抵制西方的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